印度总理莫迪将于7月8号到9号访问俄罗斯，并与俄总统普京举行多种形式的会谈。印媒在莫迪启程前放风说，此访将加强印俄之间的合作。而国际舆论普遍关注的是，这是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以后，莫迪首次访俄，也是两国领导人年度双边峰会之外的一次单独访问。他会与普京谈什么？为什么这次访问令美西方紧盯？来看分析。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号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普京将与莫迪在克里姆林宫举行小范围会谈，此外还将以扩大范围的形式举行会谈，双方代表团将共同参会。佩斯科夫还表示，俄方希望两国领导人能够在非正式环境中进行交流。此前一天，印度外交部也公布了莫迪访俄的更多细节。 Prime Minister is scheduled to arrive in Moscow in the late afternoon of 8th July. President Putin will host a private dinner for Honorable Prime Minister on the day of arrival. The next day, Honorable Prime Minister's interactions would include an interface with the Indian community in Russia. As part of programming elements, Prime Minister will also lay a wreath at the tomb of the unknown soldier in Kremlin, and thereafter Honorable Prime Minister will visit the Rosatom Pavilion at the exhibition venue in Moscow. 印度外交秘书夸特拉指出，莫迪与普京将在会谈中讨论包括国防、贸易、投资、能源合作等在内的两国所有合作领域的问题，还将对有相互利益的地区和全球事件分享彼此的看法。他还预告，两国领导人会议结束后，双方将签署一系列文件。 作为世界第3大原油消费国，印度是俄罗斯石油的主要买家，并长期依赖俄罗斯的军事装备供应。据熟悉情况的印度官员向彭博社透露，印俄两国领导人预计将讨论一系列问题，但不太可能达成突破性协议。该人士表示，双方将探讨的议程包括一项后勤供应协议，以加强印俄两军合作，重启关于联合开发第5代战斗机的讨论，以及核电合作。 深圳卫视注意到，印度媒体在报道此次莫迪出访俄罗斯时，格外突出意义重大的表述。根据印度论坛报的说法，首先，这将是一次独立于两国领导人年度双边峰会之外的访问行程；其次，莫迪在不久前开始了自己的第3任总理任期，而普京也在今年成功连任俄罗斯总统；第三，这将是莫迪自2019年以来，也是乌克兰危机升级2年多来首次正式访俄，重续中断2年多的印俄首脑年度会晤。 需要指出的是，对于莫迪而言，此次出访实际上是打破常规。在莫迪此前2次新任期伊始，首个正式出访国家往往选择的都是邻国。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报道称，莫迪政府的这一决定凸显了新德里对于莫斯科关系的重视。This comes as the U.S. and other Western countries have been trying to isolate Russia. New Delhi is a traditional partner of Moscow in areas such as defense. It has repeatedly abstained on UN resolutions demanding an immediate withdrawal of Russian forces from Ukraine. 外界注意到，美西方舆论紧盯莫迪此次访俄。尽管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此前表示不评论此事，但在莫迪出发之前，《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等主流媒体纷纷发文关注。报道中还不忘提醒，印度是美日印澳4边机制的重要支柱。彭博社指出，上月莫迪赴意大利出席7国集团会议，如今又将在莫斯科会见普京，这是印度两面下注战略的一部分。莫迪这次跟俄罗斯走近，其真正的目的并不是真的要倒向俄罗斯，而是要利用印俄关系这个杠杆来撬动美印关系，或者说是为了在美印俄这个三角恋当中，让美国吃醋，从而拿出更多的诚意，带着更多的厚礼来追求印度。本轮巴以冲突持续了9个月，还没有结束。统计数据显示，加沙地带已经有100多万人流离失所，近50万人挨饿。据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7号消息，本月10号，以色列、美国、埃及和卡塔尔将举行4方会谈，就加沙地带停火和被扣押人员交换协议进行磋商。但以色列方面发表声明称，任何协议都应该允许以色列继续其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直到其实现目标。
活在加沙地带的民众面临着生活物资日益匮乏的困境。在加沙地带中部戴尔拜拉赫，几位巴勒斯坦妇女靠着一家不起眼的沙拉三明治店，艰难地维持生计。这些巴勒斯坦妇女正忙着揉面、磨鹰嘴豆、炸制豆丸子，以此制作沙拉三明治。وإنه أولادي محتاجين مصاريف فأجيت على المحل هذا أشتغل هنا عشان ألبي احتياجات أولادي وخاصة أن أنا منفصلة وعندي ولد بنات محتاجين مصاريف。由于战争导致的物资匮乏，小店面临许多困难，没有电，没有压面机，没有煤气，甚至基本用水也时常供应不上。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日前表示，加沙地带目前已有100多万人流离失所，近50万人忍受着灾难性的饥饿。该机构称，到今年9月份，预计96%的加沙地带人口仍面临严重粮食安全威胁。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就加沙停火和人员交换协议谈判列出相关不容讨论的原则，包括任何协议都应允许以色列继续其在加沙的军事行动，直至实现其目标；任何协议都不应允许加沙地带通过边境地区从埃及走私武器。不应允许数以千计的巴武装人员返回加沙地带北部、特维夫、耶路撒冷等地举行抗议活动，要求以色列政府尽快与哈马斯达成释放被扣押人员的协议，并呼吁提前举行议会选举。7号的活动从早上6点29分，也就是哈马斯9个月前向以色列发射首枚火箭弹时开始。抗议民众指责政府无视他们长期以来的诉求，一味推进军事行动，至今未能与哈马斯达成释放被扣押人员的协议。It's a long time, a very long time. We go out to the street every week, and the government doesn't care. And we got to the point on July 7th, which is 9 months after October 7th, and we say enough. Today is a last cry out for help from the entire country to help us end the war, help us get our people, all the women, children, and men who are stuck in Gaza. And they're stuck there for reasons that are out of the people's control. It's all in the government's control. And we're here to tell them that this is our last chance to get them. This is the last chance to find a different way for our country. 当晚，数百名情绪激动的抗议者还试图靠近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位于耶路撒冷的官邸，但被当地警方阻止。这是以色列民众连续第2天举行抗议活动。在6号的抗议活动当中，当地警察也与抗议人群发生了小规模冲突。当地时间7号，以色列国家检察官办公室正式拒绝了总理内塔尼亚胡律师提出的将涉嫌贪腐案证词推迟至2025年3月提交的请求。以色列国家检察官办公室表示，这一请求超出了任何刑事诉讼程序可接受的范围。本案件任何不必要的延误都将严重损害公共利益。大约2周前，内塔尼亚胡的律师阿米特·哈达德向耶路撒冷地方法院提交了一份请求，称由于战争和其他原因，总理内塔尼亚胡直到2025年3月才能为其涉嫌贪腐案作证。2020年初，以色列检方以受贿、欺诈和违背公众信任3项指控正式起诉内塔尼亚胡。同年5月，法院首次开庭审理该起涉嫌贪腐案。内塔尼亚胡因此成为以色列首位接受司法审理的在任总理。当地时间6号，大批亲巴勒斯坦人士走上英国伦敦街头示威游行，呼吁加沙地带立即停火。这是自斯塔默本月5号出任英国首相以来，在伦敦首次举行的声援巴勒斯坦示威活动。据组织方估计，当天有约10万人参与示威活动。游行人群穿过伦敦市中心，表达对巴勒斯坦人的支持。组织方负责人表示，希望在新一届政府组建时，借由这场示威游行传达信息，那就是支持巴勒斯坦人的声音不会消失。I think that if we do come together and keep pressing the government, this new government especially, saying that we are not going to rest, we're not going to stop until there is a free Palestine. 据法新社报道，自今年2月份以来，基尔斯塔默领导的工党一直呼吁加沙地带立即停火，并承诺承认巴勒斯坦国，但没有给出明确的时间表。